你听过铁锤砸在脑袋上的声音吗？我不是变态，只是一个被迫复仇的可怜人。你相信真理那把榔头能砸碎顽石？我叫林在福，我们父女没被海啸吞没，却溺死在了旁观者的沉默里。学校的汤老师将我和女儿慧君从海难中救起，从那以后我便认方老师为师傅，对他充满感激，觉得他就是我和慧君在这世上的救命稻草。校长出于同情，让我在学校兼职做社工赚点外快。我感受到了世界的温暖，我也努力工作，只为能和慧君安稳地生活下去。可我没想到，这温暖的背后全是天疮裂纹。那天我满心欢喜买了蛋糕，准备庆祝女儿14岁的生日。刚赶到学校，却看到女儿孤零零地躺在血泊之中。明明有那么多的人围观，却没有一个人施以援手。就连我最敬重的方老师，也企图将我拦在门外。而这一切都因为罪魁祸首是校长的女儿。慧君的体温如同流沙消散，我的世界也崩塌了。海难带走了我的妻子，霸凌带走了我的女儿。我无助地抱起慧君，向围观者求助，可回答我的只有自己歇斯底里求救的回声。他们说慧君是自杀，可我的女儿连过马路都要抓紧我的手，她怎么会主动松开这个世界的手？我找到校长想看监控，他却冷漠地对我说监控坏掉了。我最敬重的方老师也帮着权贵说话，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就没有办法改变了，赶紧回去吧。你心里还有什么话想说，可以去找我。不是方老师，这监控怎么会坏掉吗？你帮我想想办法，方老师。方老师是为你好。一句已经过去了，一句为我好，就想敷衍掉一条人命。看着他迫不及待地钻进权贵的车里，我才明白，原来十字架也会生锈。我像狗一样祈求警察帮我调查女儿的死因，里面的校长和局长却在谈笑间将命案定性。方老师已经证实慧君是自杀，你女儿是自杀的，请你接受现实，别来了好吗？原来立案登记簿的血腥味早被权贵的下午茶冲淡了。我不甘心四处寻找目击证人，可所有人都依旧选择了沉默。只有女儿的闺蜜小童好像知道什么，但她的母亲直接将她说真话的权利剥夺了。所有人都想让我在沉默中腐烂。还好在给女儿收拾遗物时，我发现了真相。原来慧君生日那天，以校长女儿安琪为首的4人帮将慧君骗到了天台，说要给她庆生。慧君，我们给你准备了礼物呀！他残忍地将荆棘花环强行戴在了慧君头上。无论慧君怎么拼命挣扎，他们依旧死死地按住她，甚至还剪下慧君的头发，装进水壶里摇匀，然后强行逼迫慧君喝下去，一瓶接着一瓶。甚至还录下视频当做他们成功的作品。最后他们用慧君救下的鸽子像斗狗一样戏弄慧君，只要慧君碰到他们就会遭到无情的殴打。原本花季的孩子此时如同一群恶魔，他们用鸽子威胁慧君，站到年久失修的天窗上去。慧君不敢，他们就强行拖拽。闺蜜小童想拿着剪刀救下慧君，却被匆匆赶来的母亲李涵阻止。她还抢过了小童本想报警的手机。报警干什么？你在上罪。他用沉默强行剥夺了慧君生的希望。在他们的逼迫下，慧君踏上了天窗，玻璃碎开的那一刻，如同雪山的崩裂，碎片反射过的沉默，都是这场虐杀的帮凶。当暴力披着权力的外衣时，沉默就是他的同谋。视频里女儿的惨叫如同利刃，一点一点地割着我的心。我发疯一般修补着为女儿做的希望之船，榔头砸到手指的痛让我清醒。我不能在沉默之海溺死。当程序正义沦为权贵玩物，底层只能以暴制暴。当真相被掩埋，唯有用血才能书写新律法。他们都说沉默是金，那我就用尸体当肥料，给这座吃人的岛种一片带血的果园。沉默结出的果实，总要配着鲜血才能下咽。原来当羔羊成为恶魔，施暴者也会害怕。觉悟的终点，皆是其中的起点。校庆这天，我为校长准备了一份大礼。他拉下彩带那一刻，他女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此刻的校庆盛典成为了罪恶的前提场。权贵的女儿死亡，各个部门全都争相探查，很快便查到我的头上。学校门口一直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拿着相机不懂怎么拍摄，然后共建慈善会有一个社工叫林在福，
有一天，他女儿突然发生了意外，去世了。从那以后呢，他感到跟他女儿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就会有异样的神情。其实我是在想，恶魔的脑袋敲碎是什么声音？我回到家，感觉家里被人动过，还来不及检查，就响起了门铃声。我有些东西要捐给慈善会，我看你那个货车就停在那个门口，可不可以帮我带过去？我本想拒绝，因为今天我有重要的事情。你今天真的很忙吗？看着他着急送辞的样子，我答应了。亲妈，你说什么？说那个领战股现在是通缉犯，警察怀疑那这个苏州的学生和他有关啊，听到了没有？你自己要小心啊！挂了，我马上到了。这胡说八道，这胡言乱语，乱讲的。这个车里面好安静哦，听音乐吧。庆华女中伤人案有重大发现，警方怀疑与共建慈善会的全职社工吴在福有关，目前正在全力抓捕。我们在此呼吁广大市民，如有发现，请立即。什么烂新闻？这谁在瞎说的？真是！你相信真理的把榔头能砸碎碗洗？我知道他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当初小童妈妈李涵被家暴时，他选择了袖手旁观。只要是沉默的旁观者，都该付出代价。但现在我还有更重要的事，我将他牢牢绑在车里，拿着榔头来到曾经幸福的小屋。慧君的笑脸不停在眼前浮现，如今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，却再看不到女儿清澈的眼睛。人都死了，这就是他们自己种下的因果。对不起，你为什么要说慧君是自杀的？我们曾经那么相信你。我只是个人，慧君已死了，那几个女孩还有的救。不是人。原来顽石不会自省，只有榔头能砸碎他们的恶核。既然所谓的人就是纵容罪恶、吞噬弱者，那么我宁愿做个被仇恨吞噬的恶鬼。你为什么不能救救他？他回不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回不来了，我们这么相信你啊！你说呀！我女儿呢？方老师的舍身相护让我有些动容，但来不及思考。看着暴怒的李涵，我明白我和他女儿小童的计划成功了。小童曾经也被四人帮霸凌过。我给你涂点口红怎么样？好美啊，大美女！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，依旧是选择沉默，就连小童的母亲也是如此。她剪掉小童沾满胶水的头发，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甚至经常对小童家暴，导致小童十分渴望自由。慧君被霸凌的视频就是他放进去的。他利用我杀掉了四人帮。我们都是在沉默之海苦苦挣扎的人，所以我决定用我的命帮他踏上自由的土地。小童故意失踪留下痕迹，让李涵以为是我绑架了小童。小童在哪里？他用沉默断了慧君生的机会，这次我用沉默让他体会失去女儿的痛苦。现在和我一样了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只是个妈妈。你把小童藏到哪里了？你把他藏到哪了？他藏到哪了？这一刻，我成了人人喊打的杀人凶手。曾经沉默不言的旁观者，化身成了正义的判官。阳光灼烧所有寄生在沉默褶皱里的蛆虫。防暴盾牌映出施暴者与围观者同样溃烂的面孔，他们都是沉默的杀戮者。当反抗者的尸体成为土壤，沉默高墙终将爬满裂痕。